生活体验营北疆壮游继续前行，大伙儿今天的目标正是位于阿勒泰布尔津县充满神秘色彩的喀纳斯湖。在前往喀纳斯湖的公路上，导游小高突然放慢了车速，原来是一大群当地的公路霸主正在神气地横过马路。仔细一看，这群圆滚滚的绵羊正是新疆大名鼎鼎的阿勒泰大尾羊。它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屁股后面那团硕大无比、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脂肪大尾巴，模样真的超级呆萌疗愈。我们戏称为蜜桃臀。在新疆，常常得像这样停下车来，耐心地等这群羊大爷们慢条斯理地散步过街。而这也是公路旅行中最美丽又有趣的奇妙插曲。终于抵达了喀纳斯风景区，这里的范围真的非常辽阔。买好门票入园后，还得换乘景区的接驳车，颠簸个30分钟以上才能到达核心景点。坐在车窗旁，沿途都能看到一条水量无比丰沛的河流在山谷间奔腾，美得像画一样。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喀纳斯河，它是布尔津河的主要支流，水源正是来自上游的喀纳斯湖。接驳车在前往湖区的途中，就是沿着这条喀纳斯河一路上行，沿途还会经过景区内最著名的3道湾、神仙湾、月亮湾与卧龙湾哦。眼前正是喀纳斯最具代表性的绝美景致——月亮湾。只见翡翠般的喀纳斯河在峡谷间优雅地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形状就像一轮落在凡间的皎洁明月。在碧绿的河道中，还能清晰看见几座形似脚印的小沙洲，传说那是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所留下的先人足迹，为这片如画的风光更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告别了月亮湾，接着大伙儿准备去坐船游湖。一路上不仅经过了喀纳斯最具代表性的地标，还正好目睹了色彩斑斓的热气球缓缓升空，将天空点缀得无比梦幻。随后展开的是依山的大草原，极目远眺，远方还能看见精致的木桥与澄澈的水池交错其间。这宽广的视野与层次分明的塞外风光，真的只能用美不胜收来形容啊！穿过美丽的木桥，期待已久的游船码头终于出现在眼前，大伙儿迫不及待准备登船去揭开这座神秘湖泊的真面目。游船缓缓驶离码头，喀纳斯湖的壮阔在眼前一览无遗。当船停在静谧的湖中央时，大家纷纷走出船舱，兴奋地来到甲板上。迎面而来的是一整片无边无际，在阳光下泛着翡翠光泽的广大湖面，而对岸那连绵起伏的阿勒泰山脉，山顶上还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与眼前的绿水交织出让人窒息的绝美画面。而说到喀纳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就是那流传了上百年的湖怪传奇。从古代蒙古成吉思汗西征的传说，到现代许多目击者拍下湖面泛起巨大浪花的神秘画面，都让这座湖泊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科学家推测，这传说中的湖怪很可能是一种古老又巨大的折罗龟红鱼。当大伙儿站在甲板上，一边吹着微风，一边望着深邃不见底的湖水，仿佛随时都能感受到那古老传说带来的震撼与魔力。这座被誉为神的自留地的喀纳斯湖，在地理上是一座由冰川强烈运动后形成的堰塞湖，最深处将近200公尺，是中国最深的高山流水湖泊。这里最奇特的地方就是湖水会随着季节、天气和光线，在蓝绿、青灰、乳白之间不断变换，因此被称为变色湖。结束了震撼的游湖，大伙儿接着来到了如梦似幻的神仙湾。这片神仙湾是喀纳斯河在山谷平缓地带形成的一片沼泽浅滩，
因为受到下游发电站的微幅回水影响，河水流速变得很缓慢。当阳光照射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会折射出无数如珍珠般耀眼的光芒，因此它还有个美丽的名字，叫珍珠滩。每当清晨云雾缭绕时，这里就如同神仙居住的幻境，景色特别幽静迷人。沿着整洁的木栈道漫步，迎面而来的是阵阵芬多精。此时探头往旁一看，正好瞧见一艘艘橡皮艇在清澈的激流中泛舟前行，欢笑声在山谷间回荡，看起来真是充满活力，也为这片宁静的山水增添了几分热血的朝气。在导游小高的贴心安排下，大伙儿在喀纳斯风景区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充饱电后，我们随即动身前往今天的一大重头戏——卧龙湾。一抵达观景台，从高处往下眺望，那极具震撼力的广大景象顿时让人屏气凝神。只见蜿蜒的木栈道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游客，在群山环抱的宏伟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无比渺小。这座卧龙湾是由于喀纳斯河长期侧石冲刷而形成的欧米伽型河湾。河谷中心有一座形似巨龙盘卧的沙洲，传说那是当年成吉思汗东征时坐骑在此饮水幻化而成的神龙，因此得名。这时，好奇宝宝雅令站在陡峭的山坡边，在壮丽的山水背景衬托下，身影显得特别娇小可爱。此时，右侧步道上的游客正如鱼贯般依序前行，但雅令身上那股停不下来的探险精神又发作了。他索性不走寻常路，转身兴奋地朝着右方河岸的山坡一路小跑过去。没想到穿过小山坡，眼前竟然豁然开朗，展开了一整片绿意盎然、漫无边际的巨大山坡草原。这突如其来的塞外风光，简直是这趟旅程中最完美的惊喜发现。结束了一整天丰富的行程，今晚回到了充满异国情调的童话边城度假酒店入住。雅令和John迅速梳洗完毕，换上轻便的衣服，准备到饭店附近散散步，感受一下当地的夜生活。走到街上，此时天边正泛着迷人的夕阳余晖，但低头看看手表，哇，竟然已经是晚上10点10分了。这就是高纬度地区奇妙的日照大放送。顺着微风往前走，不一会儿，一座散发着浓浓欧式风格的巨型桥梁便震撼地呈现在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就是当地最著名的地标喀纳斯塔桥，也有人称它为金色布尔金桥。在地理位置上，它横跨昔日戈壁滩华丽蜕变而成的七彩河景观河道。这座塔桥融合了经典的欧式城堡双塔美学，它的主要功能是巧妙地连接起布尔津县的新城与老城区。每当夜幕低垂，桥身亮起璀璨华丽的金色灯火，与下方波光粼粼的七彩河景相互辉映，那美轮美奂的画面真的让人仿佛一秒走进了欧洲的童话小镇。走过了璀璨的喀纳斯塔桥，一过桥，热闹非凡的夜市立刻扑面而来。雅令和John怀着满满的好奇心，看着武装警车及共产党宣言。夜市有这些景象，还第一次见过。两人开心地在摊位间穿梭逛了起来。这里的摊位不算多，但也算是干净整齐，卖的都是各式各样精致的服饰和具地方色彩的民族风帽子。旁边还有许多充满西域风情的手工纪念品，很多是小巧的工艺摆饰及特色织品，更少不了新疆最著名的各种在地时令水果。雅令和John觉得这夜市少了点变化性，但却有些异国夜生活的氛围。逛完了热闹的市集，再次回到了静谧的七彩河岸边。这时，玩心大发的好奇宝宝雅令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地坐上了一座圆形的脚踏车互动装置。他一边开心地踩着踏板，一边看着璀璨的喀纳斯塔桥。最后，雅令和John静静地站在河畔。此时夜色已深，晚风徐徐吹过，眼前的七彩河水宛如一面精致的镜子，
完美的倒映着喀纳斯塔桥那华丽璀璨的金色光影。波光粼粼的河面与宏伟的双塔建筑交织在一起，为这趟充满惊喜的童话编程漫步画下了最浪漫且完美的句点。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我们来到新疆的第5天了。今天大伙儿要开车前往一个听名字就让人充满期待与好奇的神秘目的地，那就是名震天下的世界魔鬼城。快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个究竟吧。由于今天路途特别遥远，不知不觉就到了午餐时间。今天导游小高特地为我们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羊拐抓饭，听名字就觉得好特殊。在主菜上桌前，桌上先摆满了浓郁的酸奶，一大盘超大的生大蒜，接着灵魂主菜正式上桌。看着团员们豪迈地抓起大羊腿直接开啃，那满足的表情就知道有多过瘾。这里的羊肉处理得非常好，完全没有任何腥味和膻味，就连平常在台湾一口羊肉都不敢吃的人，今天都吃得津津有味。还有这吸饱精华、粒粒分明的搭配米饭，更是特别香甜好吃。看着车窗外的景色逐渐变成一片荒凉的大沙漠，接着路旁开始出现一座座当地人俗称磕头机的抽油机。看到这些机器不停地上下摆动，大伙儿心里就知道我们已经正式抵达世界魔鬼城了。一走进风景区，迎面而来的就是汹涌无比的观光人潮。伴随着高温炎热、烈日当空的天气，体感温度直线上窜。此时，前方那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大批人龙，全都在排队等候景区的接驳车。看到这个震撼的排队阵仗，大伙儿心里就知道，这绝对是个不容错过、人气爆棚的超级景点。顶着烈日，大伙儿终于顺利坐上了景区的游园车。随着车子缓缓启动，这场神秘的魔鬼城探览正式展开。一路上，耳边伴随着专业的语音导览，车窗外掠过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的独特地质景观。这里属于典型的雅丹地貌，经过千万年来强烈的风雨剥蚀，地面被雕刻成大大小小的城堡与土丘。发挥一点想象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随处可见。瞧，右手边那座巨大的岩石，轮廓沉稳，神态威严，像极了埃及守护神狮身人面像。紧接着转个弯，另一头居然出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海狮，正昂首望向天空，模样既逗趣又生动。坐在车上，看着这些奇岩怪石在荒漠中交错出现，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奇妙魔力。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磕头机，随着游园车在纵横交错的雅丹土丘间穿梭，整座魔鬼城的壮丽全景在眼前豁然开朗。当车子转过一个弯，前方视野瞬间变得无比广大辽阔。在金黄色的无垠沙漠中，一对骆驼正踩着沉稳的步伐，仿佛踏着历史的足迹缓缓前行。在烈日与黄沙的衬托下，这种大漠苍凉、岁月静好的西域氛围顿时拉到最满，真的太有味道了。接着，车子绕到了另一处巨大的岩壁旁，这里又出现了一座惟妙惟肖的狮身人面奇岩。一看到这个有趣的画面，玩心大发的雅令立刻拉着 John 当场搞笑地摆出跟狮身人面一模一样的经典姿势拍照留念。走着走着，没想到在这片荒凉的魔鬼城里，竟然隐藏着一座超有特色的魔鬼咖啡厅。一看到这个酷炫的打卡点，爱漂亮的雅令当然不能错过，立刻转身走进店里。瞧她在各个窗口接连摆拍出各种好看又时尚的美姿，真的太有模特的架势了。这座世界魔鬼城实在是太巨大了，幸好景区规划得非常贴心，让游客可以搭着游园车一站一站的下车尽情游玩。每到一个新的站点，都有完全不同的奇岩怪石等着我们去探索，让人每一次下车都充满了惊喜。雅令跟 John 就是喜欢探险，他们竟然来到了骆驼的休息区，在这里可以近距离看到有岁月感的老骆驼，
静静地看着他的脸庞，看看他那踩踏过无数黄沙、厚实又巨大的脚掌，真的让人深刻感受到沙漠之舟的坚韧。再次上车继续前行，随着车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一座巨大的岩石突然矗立在眼前。仔细一看，简直就像是一艘巨大的铁达尼号正要破浪起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太神奇了。随着游园车缓缓停靠，这里正是当年徐克导演的武侠大作《七剑下天山》的经典拍摄场景。一走进这里，画面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座傲然挺立在荒漠之中的天然拱门。这座神器之门历经千万年的风雨剥蚀，带着一身沧桑的纹路，巍然屹立。光是这一个画面，就让人感受到了大漠的磅礴与肃杀。紧接着，镜头转向另一边，最震撼人心的骑马雕像群赫然出现，仿佛随时会从历史的长河中冲出来。站在这里，看着拱门、黄沙与迎风驰骋的骑马雕像交织在一起，电影里那种江湖恩怨、大侠仗剑天涯的豪情壮志，瞬间在脑海中活了过来。这里的每一步、每一处奇岩都充满了故事。大伙儿顶着烈日，在这拍了好多照片，深刻体验了一把当武林大侠的滋味。这种融合了自然奇景与电影情怀的壮丽，真的让人大呼过瘾，不虚此行。坐着游园小火车转过一个弯，眼前这座巨岩就是著名的魔鬼夫妻。这处壮观的雅丹风蚀地形，最神奇的就是一石两像。随着车子移动，换个角度看，岩壁上竟然会浮现出两张男女的侧脸。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的太绝了。随着游园车缓缓停靠，大伙儿接下来踏上的可是这趟旅程的重头戏，也就是国际名导李安经典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景点。一走进这里，四周那磅礴又苍凉的雅丹地貌，仿佛瞬间把我们带进了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为了捕捉最完美的视野，雅令特别一步步爬到了高点。当镜头拉开，小小的身影与四周顶天立地的巨岩黄沙形成强烈对比，更显得这里的景色是何等的雄伟与壮阔。来到这里，绝对不能错过这组壮观的骆驼大队雕像。这群人工雕塑是为了纪念电影《卧虎藏龙》在此取景而特别建造的。那一只只巨大的铜雕骆驼，深刻象征着古代丝绸之路上顶着风沙前行的商队，气势磅礴。现在更是每位游客来到魔鬼城时，一定要停下脚步拍照的超热门打卡景点。结束了壮观的世界魔鬼城行程，接下来最让人期待的精彩庆生晚餐就要开始啦！没想到我们团员里，光是这个月生日的就有3位。今晚不仅准备了丰盛的在地大餐，还有超漂亮的大蛋糕，大伙儿准备一起嗨翻全场喽！谢谢大家。我那是嫩姜，没有，你是嫩姜。生日快乐！这个要不要？这转的挺快的。对呀，可以进去。马虎一杯一杯敬啊！生日快乐！这点那边看不到。哎呦！
放心。在满满的欢笑声与祝福中，这场难忘的新疆庆生晚餐也圆满落幕了。带着今晚的微醺与感动，大伙儿回饭店休息，准备迎接明天更精彩的旅程。